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前两天呢，我跟朋友聊天，说我的孩子已经满3岁了，所以明年呢，我会把他送到3岁的 Kinder Program， 也就是3岁的 Preschool。然后我的朋友就比较的迷惑，他就说：“你们家孩子不是已经在幼儿园了吗？为什么又要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呢？”其实啊，就是澳洲的这个学龄前的所谓的幼儿园或者是幼儿的教育系统呢，对于我们华人妈妈，特别是说新手妈妈来说呢，我是觉得挺复杂的，就是之前我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我是觉得首先它的名目和它的种类就让我觉得非常的 confused， 所以这个话题呢，我会跟大家分2期来聊一聊。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一聊各种不同类型的名称，那不同种类的幼儿园呢又有哪一些区别？那下一期呢，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幼儿园。首先呢，我就想把这些对于华人妈妈来说比较 confused 的名字呢去归类。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 CC， 也就是 Child Care， 也就是 Long Day Care。很多 center 呢，它会起名叫什么什么什么 ELC， 也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Early Learning Center， 所以很多妈妈也管它叫 ELC。那其实呢，这4个名字都是一个东西，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日托，或者是全日制的日托。那这个中心呢，通常它是周一到周五开门，然后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的长，有的是早上6点钟就开，有的是早上7点钟开，一般会开到下午6点到7点。那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去的这个 CC 就一天会开11个小时，那也有的地方是一天开12个小时。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 preschool 呢也叫 Kinder 或者是 Kinder Program。那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我们说的幼儿园。它的目的呢，就是教孩子一些东西，让他对于上学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那第3种呢，就是 Prep 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它就是小学。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打算6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1年级，那他5岁呢就在这个学校上这个学校的学前班，那这个呢就不属于幼儿园了，通常呢就是跟小学一起去报名就好了。所以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我就不多说了，我这边只想说的是呢， Prep 和 Preschool 它不是一个东西。下面呢我就说一下这2种Long Day Care 和 Preschool 它的区别在哪里。那我先来说一下 Long Day Care。Long Day Care 呢，真的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特别受益的一个东西。我经常听到国内的朋友呢跟我抱怨说，作为一个职场妈妈呢，生完孩子之后就不得不请一个长假，然后回去之后就没有自己的位置了，或者是干脆把工作辞掉，在家带孩子。那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啊，自己的状态呀，包括自己的成就感没有办法保障。但是澳洲呢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孩子呢6周开始就可以送 daycare 了，并且我觉得孩子越小送到这样一个需要社交的环境当中呢，他的社交啊，包括语言呢，反而会发育的更早，并且我们通常在家里是说中文的。那如果说早早的就把孩子送到 daycare 呢，他可以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双语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我觉得对孩子的脑力开发以及他的语言能力的开发都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 Long Day Care 它分为几种，有每一个 City Council 呢，它都有自己对应的 Long Day Care。那比如说 Whitehouse City Council 它就有3所。那这个政府开的这个 Daycare 呢，它通常比普通私人开的要稍稍的便宜一些，但是每一个 center 呢，它的价钱是不一样的。那我这边写的价格呢，通常是125到145一天，但是私人开的通常是135到160一天。然后，但是呢，因为 City Council 那边呢，它的教学质量呢和师生比例呢，跟普通私人呢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它的性价比肯定是更高一些的。那这就意味着有非常多人去抢这边的位置，所以通常是怀孕的时候就要在网上申请，然后排上队。然后是普通的，那会价格会稍微贵一些，但是呢，你可以选择的 center 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所居住的区域你可能没有满意的，或者是全都满了，那你可以在附近的区域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因为这个在幼儿园阶段呢是没有所谓的学区房的，而且他每天接送，每个家长接送的时间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那再下来呢，就是 Family Daycare。Family Daycare 呢，它的价格是更便宜的。我当时咨询的一天才90多块钱。那我这边写的是一天通常是90到120一天。
那他这边呢，一个人是最多照看4个孩子，一个小于2岁的，3个2到5岁的。那它的优点呢是托管时间比较灵活，而且在时间的计算上也可以跟他的 owner 去商量。但是缺点呢也是非常多的。首先，如果是普通的 daycare， 它一般就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它会放在一个班。但是 family daycare 呢，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是在一个班的，那相对来说呢就比较混乱。那普通的 daycare 呢，它会有就是孩子开发脑力啊，包括早教的很多的活动。很多的 program， 但是 family daycare 呢，在这一方面就会相对弱一些。那我个人对 family daycare 印象比较不好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我给孩子找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去一家 family daycare 看过的，那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去到那边呢，首先是他的人数肯定是超了的，他当时大概有8个孩子左右，然后呢，所有的孩子呢都挤在一起看电视，并且呢，孩子之间呢就会互相的打闹，这样，那我觉得我的印象就特别不好了。那普通的幼儿园呢，它在孩子的教室它是不会有电视的，但是 family daycare 呢，因为是在家里嘛，所以你不可避免的会有电视。虽然说 family daycare 也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并且定期会有专门的人去上门检查的，但是呢，你不可避免的是，很多人因为这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托管中心，所以只要没有人举报，那他就会有一些不合规则的行为，那你这边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 family daycare 在我这边就相当于一个过渡的托管。比如说你看上一个比较好的 console 的 daycare 或者是普通的，但是他那边人很多，给到你的位置可能只有1-2天这样，那剩下几天如果你还想送的话，那可以选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 family daycare 去过渡一下。所以还有就是这边要说一下，同时是可以去多个 daycare 的，比如说周1、周2去一个，周3、周4再去另外一个。所以说真的是特别适合职场妈妈，她一年呢只会放0到4周的假。来说呢，像周末、像 public holiday、像我们的圣诞节的假期和Easter 的假期，我们放假，他们也放假。再下来呢，我就说一下他们的分班情况。那通常来说，1到1.5岁的孩子呢，因为他们走路呢还走不太好，或者是走不稳，然后还不太会说话，所以他们会分到一个 nursery 班上。因为有很多小 baby， 他们的作息时间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老师通常会根据情况去分别的照顾他们每一个人吃不同的东西。那 baby 这个班跟其他班的区别在于，首先是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婴儿床，然后会有一些high chair， 那老师还在喂每个孩子辅食或者是奶的阶段。那这个户外的活动也会比较的少。0到36个月，维州政府规定师生比例都是不能超过1:4。但是我会发现，一般来说 nursery 班上好一点的学校，师生比例都会做到1:3。那从 nursery 班上出来呢，就会分到不同阶段的班。那有的 center 它的人比较多，它可能就会按照半岁一分，比如说1.5岁到2岁是一个班，2岁到2岁半一个班。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说的 kinder 班、preschool 班，那就是 long day care 里面的 kinder 和 preschool 班，它跟我们说的 preschool program 还不一样。这个呢，就是也会教孩子这个，比如说画画呀、写字啊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呢，时间呢也是一样的，从早上的6、7点到晚上的6、7点。好处就在于说，你的孩子虽然是已经超过3岁了，然后他可以去上 preschool，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让他上，一直都在那个 long day care 里面，这样你会比较轻松，因为1是不用准备饭，然后2是你的依旧可以上你的班，然后按时的去接送就可以了。那再来呢，我们就看一下 preschool 它的区别。首先呢，它是招收3岁到4岁的孩子，分有3岁的班，也就是3岁的 program 和4岁的 program。那3岁的 program 呢，选一天待5到6个小时，或者是一周当中选2天，每天3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需要去按点去接送他。4岁班呢，通常是一周会上2天，但是每个 center 它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这边写的是一天呢会有6到8个小时，也就是说，通常你会到9点或者9点多一点送过去，然后3点到4点就要去接。
那这个呢，它其实是跟小学的放假的周期是一样的，一年有4个学期，然后 school holiday 是不开放的。那还有是家长要准备 morning tea 和 lunch box， 这也是跟小学是一样的。那收费情况呢，是每一个 center 不一样，但是通常来说，通常一个学期的学费都是400到500之间。它这个是 Child Care Subsidy， 就是 CCS 是不 cover 的。那说到 CCS 呢，我这边有一个截图，是这个 CCS 都是怎么算的。那我们现在呢，它比以前是稍稍会好一些。它只要你的家庭总的收入税前在69390以下，它是 cover 85%。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情况下，你每天去幼儿园只需要花30块左右。那在下面一个档位呢，就是你的家庭总收入税前，如果是在69000到174000这个区间的，那可以 cover 85%到50%，也就是说你需要交差不多40到70-80的这个一天的样子。那具体是能 cover 多少，是由你上一个财年的家庭总收入以及这个财年你预估的家庭的总收入决定的。那正常来说呢，是家庭的总收入越高的话，你 CCS 能 cover 的比例就越小。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我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呢，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问题。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呢，我这边就聊到这里啦。那关于说怎么样去找附近的幼儿园，以及找到之后怎么样分析比较，还有幼儿园的他们的 routine， 他们都在干什么，那我就在下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喜欢我的话呢，别忘了给我点赞、订阅，包括点击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面的视频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